马话又再回来我们这个频道，跟我们继续讲解在佛经里面记载的鬼的种类。OK， 交给你了 ，It's all yours，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化师兄。我们上一集呢有讲到一些什么亡良鬼嘛，是不是山精嘛？所以我们要进到山上的时候，我们要以恭敬心啊，然后进到山头里面也不要乱说话，也不要这样子之类这样子啦。我们做一些学问哦。这一集呢我们会聊到一些蛊毒鬼。蛊毒鬼呢是一般上那些我们讲那些降头师啊，他们会用到的一些蛊毒，比如说蝎子啊、蜈蚣啊，或者蛇啊、蛤蟆啊，以它的毒，因为他们这些蛊毒鬼呢是遇到那个虫子而成型的有一些巫师啊，我们讲所谓的巫师哦，他们会利用这样子的蛊毒这些畜生啊，我们讲那些昆虫啊，来念一些经咒啊，来施法的。那我想问Alicia 呢，你平时有遇到一些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降头这样子的吗？你是说蛊毒？因为蛊毒鬼啊，因为我是听说它好像是一种气样子的哦。其实蛊就是一种细菌感染，如果你是要讲那种有虫之类的，他们为什么这样难解释？因为放蛊的人，第一他们要去练蛊，然后练蛊的人就是他们要跟这个虫或者是什么达成共识，好像就是他用他意念跟这个虫之类的达成共识，然后他就是通过这些公式呢去控制那个蛊。其实那个本身下蛊的人，他们在还没有练成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要去尝试练这个蛊，这个是古老的方式。所以其实会下蛊降头的师傅还蛮少的，可能在缅甸这种比较偏僻落后的国家才会有这种师傅，因为实在太过煎熬了整个过程。然后要解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通过食物或者是接触你的肢体，比如说皮肤。他的意思说，如果是要施法那个人，他一定要放在他的食物里面哦，给他吃咯，想办法要给他吃到这个蛊咯，是吗？除了吃到或者是要碰到你的皮肤，因为它是某种算是细菌之类的感染，所以你就是下蛊的时候需要肌肤接触跟刺才能够下到，就是跟那种鬼降、符降、其他降是不一样的。所以蛊为什么那么难解，是因为年轻的师傅也不想那么辛苦，就是其实他们可以用其他方式的降头术去做这件事。因为你要成为一个蛊的降头师，你自己本身还要去练蛊，你要跟那个虫还有这个所谓的细菌达成一个共识，其实很少师傅要做这样子的。所以现在这个年代能够找到这种师傅，我就想你厉害啊，因为你可能需要去到一些很乌路或者是偏僻的地方，那种真的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才会找到这种师傅。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比如说用鬼、用符，这种容易很多，而且效果快很多。就练蛊的话，你还要找准时机放那个蛊进去食物，再不然你要插在那个人的身上才会中招。所以这个是我理解的，当然这个世界还有无奇不有的东西，可能不在我认知范围以内的，我也不清楚。如果他们做些蛊的东西如果以你的经验或者是你所听闻的他们要不要先以身试法先的嘛？要不要先试吃还是这些？他们需要。如果他试了死掉的话，就这个法就失败哦。就很少的师傅用自己去试蛊，然后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培植这些蛊出来。所以其实蛊真正的那种 ancient practice 古老的法术的话，那种真的是要自己去什么，比如我们就是要解降的人，他们也要懂得如何去下降啊。不然你怎样了解呢？就好比你做一个医生，你要懂得怎样开肠破肚，你要从死人那边开始做这件事吧。就是你需要一些自己亲身经历，你要懂得如何下，你才懂得如何解。就是这个其实还蛮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解降不是那么，如果是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一下子没有的。如果
一下子能够清理的那一些，我认知里面的骨架是不可能一下子清理的。哦，哇，这样那个技术含量蛮高一下的。如果要做这样子的那种降头的话，也不容易的哦。要找到一个合格的降头师，像那种蛊毒这样子的啊，也是很难一下哦。就可能一些道教师傅，我曾经有看过一个什么道教的法师，他解蛊的时候，他是要把那个人生在药材里面泡的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那种算是科学里面讲的细菌感染，就是它那个虫卵有毒，然后放在你的皮肤，或者是给你吃进去，这种很难解，就可能你需要真的是用到各种各样的草药啊什么。其实很多会选择用鬼或者是符这两个，就不用这么麻烦。就好像以前那什么马来人什么念断飞头降啊。对，我相信以前那个年代哦，很多是他们师傅真的是要去深山那边炼成这个术，而且呢，可能过程还很痛苦。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代价是什么，才能炼成这一个所谓的飞头降。这样现在年代的师傅有这么多，然后也不用这么辛苦，要去深山那边一直念飞头降，所以没有什么人要做这种要用自己性命去试炼的降头术，这种算是已经失传，或者是有的话也是那种很老的师傅在做了。我觉得年轻的一辈应该不会学这种东西，然后再加上也赚钱也不会那么快，所以只能讲他们会用鬼或者是符比较快很多。一般上是养小鬼比较多啦，就是养小鬼啊，然后来做施法这些东西哦，然后念咒啊，然后来去控制那些鬼啊，来去 take action 的。比如说像什么多佑啊，是吧？你们知道吗？像那种这种小鬼啊、鬼仔啊这些的。马来人是叫托佑吧，泰国的应该不是叫这个吧？他们泰国应该叫 P 吧，也是一种小鬼，那种鬼的名称啊。但你在实际上，你真的有看过那些小鬼这些东西吗？实际上面啊，那我们是按照佛经或者佛陀所描述的，我们才从佛经里面来了解到有这样子的众生。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有听闻过人家民间讲的，或者是这些朋友讲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看过，我们也很好奇。如果以你这样第三眼的人这样子的角度去看，你曾经有看过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小鬼吗？或者一些小鬼飞来飞去啊，还是怎样去蛊惑人啊，还是怎样去害人啊，这样子的？我是有看过托佑，然后也有看过泰国的一些他们的鬼将。泰国的话不一定用小鬼哦，他们有用大人鬼的。可是很多时候哦，这些灵哦是被那个师傅已经下法进去了，可能应该是讲他们就算不做也不行。但是有一些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灵怨气就很重了，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法术去弄那个事主吧。其实没有这么简单的，要下一个降头哦，蛮内耗。可能地方会找另外一个人师傅回来跟你就是对抗这样子，而且是没完没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好像有听过别人讲啊，就是泰国师傅下法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赢，如果输了的话，他们反射自己，或者是印尼那边的降头，他们会反射自己很厉害，所以他们无时无刻都是在这种地方在修行，每一天都在练降头这种东西。其实我的认知里面就是蛮多，不单只是泰国啊，可能缅甸那边也蛮多的，就是那种比较像印尼啊、缅甸落后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职业就是24小时在那边练降挡降，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收降贵是有原因，但是我这里不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是走投无路要下降头的话，这样你就要看咯，因为这个反射是蛮大，不单只是那个师傅，反而是那个付钱去下别人降头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反射。你就算解的话，你也不能随便插手。可能间中有一些人，他们找你的时候讲到自己是受害者，其实是他们先去害人，然后他们一直讲到别人一直来害，然后你就插手这件事。如果以我们正规的那种解决方式的话，你已经就是掺和了不应该掺和的因果，你自己也会遭受到反射。
然后就他们各种各样的类型，我其实也不大清楚。我在马来西亚这1-2年里面看过的，只能说无奇不有。然后有一些就是个五花八门，我也不懂他们到底掺了什么，可能他又用符，又用这个鬼，又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其实还蛮复杂，这个学问还蛮深奥的。我暂时不能讲我自己是一个很资深的，我只能讲我懂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是每一天像那种降头师在那边挡将，就是他们做了可能修行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做过很多这种降头术，所以各种各样的。有时候我们根本查不到，就是他可能掺和了印尼的东西，然后又掺和了泰国，又掺和了马来西亚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法术出来，然后这种你就要慢慢的，不能一下子解决，只能通过时间慢慢的研究。哦，原来他用了这个，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抗？明白。哇，这样就不是如果要做这样子，要找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这样子的，不是要很难？贵哦，应该是很难哦，又贵又难遇。要去到山上啊，有咯。所以最好不要下降。对啊，有那个因有果报啦。对，你没有开始这个因，就没有这个果。是这样子咯。所以一般上我所了解哦，他们都是那种要施法要念咒的，还控制那些小鬼的。他们是要念咒，然后要施一些法，对，还可以令那些小鬼哦来去做一些事情的。还有喂养。对，还要喂养。对，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你喂养了哦，是不是？如果它越养越大，因为它可能喂养很多年了嘛，它变成大鬼了的，那种我们讲叫做御食鬼啊，被人家踩死的那些鬼，就是被人家要念咒，然后还可以去行动的，我们叫小鬼啦。那如果它长大了过后，它会不会反噬到那个施主呢？就是那个养它那个人呢？我自己本身没有接过这么严重的个案，因为这些是听我的师兄大师姐他们讲过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是等到就是这个练法的师傅年迈了，就是可能他20年里面都在做这个巫术的东西，然后等到他年迈了，他的体力不好了。然后他运势也走完了，他福报也用完了，然后他们会就是等他差不多的时候一次过攻击他然后他那个人会死的惨状，或者是他甚至连就是他死了还不用紧你死了还不用紧可能会连累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可能，就看他们有多么大的怨恨。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他们不甘愿的，就有一些好的师傅他们可能在还没有收这个灵之前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有一些是被强迫的话，那种怨念会很大，然后他们等你死那一天，因为他已经那个灵已经死掉了，然后他也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他就等你快要死的时候一次过给你报复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做这种师傅他们会突然暴毙啊？再不然就是他们年迈的时候要死不活，然后一直折磨到死，这样子是这个原因要等到那个人他的运低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噬了咯。因为我们人会变老了嘛，然后他就等你的福报啊什么用完，你 weak 的时候他才来 attack 你啊。然后全部一起攻击你啊！但是这种也是蛮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降头师收费那么高，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用命去做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真的是用命。解降头也是一样的，解也是一样啊。对，解降头的话，就可能你在帮人，然后但是也不是每一个 case 你可以借的，有一些你不应该去借，你不能借的，因为他在做好事，所以反噬没有那么大。然后白巫师一般都可能不大会用强迫性那一种，但是黑巫师会用强迫性的手法去控制这些灵。OK， 明白。哇，听你这样讲，哇，你也是蛮懂这些小白，但起码你懂一些这样子层面上这些多多少少一些知识嘛，或者是认知嘛。我们也没有接触过，我小时候有接触过啦，就那么一小段的回忆罢了。但是长大过后学佛过后就没有遇到了，就没有遇到这样子，身边也没有人做这样子的事情，也没有看过。小时候我以前小时候在甘蹦嘛，然后有一个人他也是画符的嘞，然后也是差遣一些小鬼来去做一些东西的，比如说让他做一些他想要这个达到他的目的的一些赌局啊，去赌博的时候，他会养一些小鬼在他身边的。
但我印象中的时候啊，我小时候印象中啊，我在一间庙吧，还是什么在森林里面呢，他就放那个符，然后他就怎样呢？他就念那个咒，他就念在那个鸡，知道吗？他就放那鸡跑啊，可能他们是 test power 啊 ，test 那个有没有那个法力啊。他念一半哦，那个鸡的脚会自然断掉了哦，很给哦。然后我们小时候躲在一边看哦，不敢出声啊。然后他们做完了，我们还开始跑哦，怕到要死啊。以前那师傅是修行蛮克制，因为你懂吗？就是他们修行的过程里面那种历练还蛮辛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做这样子的事情了，说力啊，你真的是要去深山，然后那种苦修，真的不容易嘞。现在城市人简直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好吗？所以现在有很多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师傅收的灵啊，帮他们做事啊，就好的师傅可能会得到那个灵的，就是同意啊，然后尊重他这样子。那些黑巫师的话，可能是强迫性，就是如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只是很皮毛的认知罢了。然后要用什么东西去解某种这样的话，这个是蛮深奥的一个学习来的。因为巫术是一个很久远流传的东西，然后外国人也有巫术，他们叫做 Black Witch。这种，然后他们用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 lineage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是从哪里来学的，然后开始从那个地方，这个学问很大这么多国籍，然后又有一些好像掺和了所有东西的，什么都有是。他们还要去到义山哦，义山，然后还要去到深山，甚至他们也要要修炼这个东西也不容易的。他们要前面摆着那个尸体，有些就摆着尸体的，有些摆着一些蛊毒那些虫啊，或者是毒蛇啊的，也是要打坐的。然后用你的意志打坐的时候，然后你要过这个关哦。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小鬼跟还有一个是蛊毒鬼。小鬼就是我们讲这些被那些人施咒啊，然后被柴犬那些小鬼啦。小鬼跟蛊毒鬼不一样嘞，蛊毒鬼啊是一般上都会附在那些毒蛇啊，比如说蝎子啊、蛤蟆啊、蜈蚣这些的。他们过去是以那些嗔恨心啊，他们很喜欢恶口骂人，然后升起那种不是怨气啊，是讲嗔恨啊。而且他往生过后呢，他就会堕落在这种呢鬼道众生哦。OK， 所以还有接下来你要讲那个什么怪鬼？不是怪鬼，就是那个我们讲的烟鬼。烟鬼就是冬瓜鬼。然后如果我们有没有那种的经验，我们睡觉的时候会被鬼压床啊。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的，一定有，包括我也是有这种经验的。这种鬼道众生呢，在佛经里面我们叫烟鬼，我们也是可以叫做仙话上叫冬瓜鬼啦，好像一个大冬瓜或者是一个瓮啊。我们以前人那种洗澡那种瓮，你知道吗？那种水缸啊，压住你的，让你头喘不过气的。那种烟鬼呢，他就会趁人家睡觉的时候啊，比较气，他比较不得生的时候啊，他就会来让到你身体不会动弹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些人科学说法啦，是觉得你很累了啊，或者是今天你很疲劳才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如果在佛经里面呢，如果在玄学上面它的确是有这种鬼的。可是这种灵他为什么要压别人？就是他生前是一个怎样的？他生前呢，他是比较喜欢加罪于人的，很喜欢把一些祸来转嫁给别人了，然后一直诬告人，还有诽谤人了，然后让到那个人没有办法透气，就好像你被压到没有办法透气这样子的感觉的，他就有这种习气。或者是诬告人啊、诽谤人啊，让他没有办法翻身，然后就投身到鬼道的时候，他就依他的习气他就会压住你就变成他就比较喜欢那种黑暗的地方，幽嘛。等到你睡觉的时候，他就会压住你了的。如果那个人如果是他疲劳的话，也许有这个几率会比较大啦，因为他也是要因你的习气跟你的那个人的本身，如果他是被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是那种鬼的那种形式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啦，是不是？我相信鬼压床啊。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差不多了。我们总结一下你讲的灵。刚才我们讲那些蛊毒鬼啊、御史鬼啊，还有一些烟鬼，这些烟鬼就是鬼压床那种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啦。如果是大家有什么见解，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很理性的交流。如果我所懂的，现在我所知道的，我就跟大家分享而已啦。如果有说到你一边比较不圆满的，就跟大家忏悔一下大家互相学习啦，我们理性交流。
好的，谢谢漫画居士师兄，你讲解了这些各种各样。下一集会讲到那个阿修罗咯。OK， 好，所以我们这个鬼的种类系列就今天圆满结束，谢谢漫画师兄。OK 然后下星期呢，我们就要开始讲什么是阿修罗。阿修罗，哈哈哈。好吧，下期再见。阿弥陀佛。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